6月17号，荷兰阿姆斯特丹王宫的国宴上，出现了日本皇室出访史上格外少见的一幕。向来以端庄克制著称的雅子皇后，听完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的一句祝酒词，当场就红了眼眶，指尖捏着的香槟杯轻轻晃了一下，她赶紧低下头，悄悄用指尖抹了抹眼角。这可不是什么外交失态，恰恰相反，这短短几秒的真情流露，反而成了这次德仁天皇夫妇访荷最出圈的名场面。没人想到，一场规格森严的国事访问，会因为一句提到父亲的话，撕开了雅子皇后藏在皇后礼服和钻石王冠底下最柔软的那面。说起来也挺有意思，这段时间日本国内正为了皇室典范修改吵得不可开交，要不要放开女性继承权，要不要让旧公家男丁回归，保守派和民众吵得面红耳赤。可身处漩涡中心的德仁天皇和雅子皇后反倒抽身出来，开启了为期1周的欧洲两国访问，先去荷兰，再去比利时，日程排得满满当当。说起来，日本皇室和荷兰、比利时两国王室私交一直不错，这次出访也算是老友重逢。6月13号，两人从东京启程，14号就到了荷兰。刚下飞机，夫妻俩没急着跑公务，先倒时差，直接住进了荷兰王室的私人城堡里，连公开亮相都省了。宫内厅后来还放出了一张两国王室的私下合照，正好赶上世界杯小组赛荷兰对阵日本，一群人凑在一块看球，最后2-2打平，宾主皆大欢喜，气氛一下就松快了。这里还有个网友津津乐道的梗，荷兰国王身高1.9米，王后马克西玛1.78米，夫妻俩往那一站，妥妥的身高碾压。毕竟荷兰是全球平均身高第一的国家，德仁天皇站在旁边，视觉上确实差了一大截。后来正式欢迎仪式上，马克西玛穿了近10厘米的高跟鞋，再盘个高发髻，整个人快冲到1.9米，德仁几乎只到他肩膀。照片一出来，直接冲上热搜。有人说马克西玛不给客人留面子，也有人说这就是他的一贯风格，刻意迁就反而不尊重。说白了，人家本来就长这么高，总不能特意穿平底鞋委屈自己。德仁天皇见惯了大场面，也根本不会在意这种小事。真正的重头戏还是17号晚上的欢迎国宴。按照欧洲王室的规矩，国宴必须戴王冠穿礼服，相当于王室珠宝的公开比拼。每次这种场合都是各国网友吃瓜的重点。当晚的国宴菜单也做得十分用心，前菜是精致的开胃佳肴，接着是炖牛肉配香菇蘑菇清汤，主菜是鼠尾草酱汁牛柳配芦笋、四季豆和土豆焗烤。最后的甜点特意做了杏仁慕斯配樱桃，杏仁蛋糕加樱花酱，用樱花元素致敬日本。连配酒都是2005年份的马哥葡萄酒和2015年份的拉格朗德达姆葡萄酒，细节拉满。荷兰王后马克西玛当天直接拿出了压箱底的斯图亚特钻石王冠，这可是荷兰王室传了3个多世纪的传家宝，上面镶着一颗39.75克拉的罕见海蓝宝石，硕大一颗往头上一戴，耀眼的黄眼睛，完全是她一贯张扬外放的风格。旁边荷兰的2位公主也各戴了一顶王冠，大公主阿玛利亚戴了梅勒里奥红宝石王冠配红裙，19岁的3公主阿里亚妮还是第一次参加国宴级活动，戴了艾玛女王钻石王冠，青春感十足，一家子珠光宝气，排场给的足足的。而雅子皇后这边给所有人送了个大惊喜，她居然解锁了自己的第3顶皇后专属王冠——金银花冠冕。熟悉日本皇室规矩的人都知道，日本皇后从美智子上皇后那代起，就有3顶固定的专用王冠，等级森严，什么场合戴什么，半分错不得。第1顶是明治王冠，是1887年明治时期造的第1顶王冠，当年制作成本就有数万日元，而当时首相的年薪才9600日元，贵得离谱。这顶王冠象征着帝国正统与绝对权威，只有天皇即位大典这种最顶级的仪式才能戴。雅子加冕的时候戴的就是它。第2顶是菊花王冠，以皇室纹章菊花为设计核心，是常规国事访问、宫内重要典礼的标配，代表着皇权职责。之前雅子出访英国参加宫内大典，戴的都是这顶。换句话说，前2顶王冠
带的是身份，是制度，是国家象征，跟雅子个人没什么关系。但这次戴的金银花王冠不一样，这顶王冠最早的主人是明仁天皇的姑母千叶恭亲王妃，算下来快有近100年的历史了。1937年的时候，千叶恭亲王夫妇代表日本去英国参加乔治6世的加冕典礼，亲王妃就是带着这顶金银花王冠，提着裙摆走进了欧洲王室的顶级社交场。80多年过去，当年的人早已不在，英国王室的王位都换了好几轮，这顶王冠却一颗钻石都没掉，原封不动传到了美智子手里，成了他的心头好。现在又传到了雅子手上，整顶王冠全用碎钻打底，拼出细腻的金银花枝蔓造型，一圈套一圈的钻石环把花型牢牢扣住，底座还嵌着一排排大颗粒宝石，稍微偏一下头，灯光折射出来的冷光都晃眼睛。但它最特别的地方，不是值多少钱，而是它不在皇后官方的20件传家宝清单里。说白了，它不是必须带的公务标配，更像是一件带着私人温度的旧物。而且金银花还有个别名叫忍冬，这种植物最特别的地方，就是寒冬里不会完全枯死，老叶边上总留着一点暗绿，等春天一到，新芽直接从半枯的枝叶里冒出来，看着柔弱，韧性极强，多大的洞都熬得过去。很多人说，雅子选这顶王冠根本不是随便挑的，这根本就是他自己人生的写照。巧的是，就在这顶藏着忍冬寓意的王冠之下，荷兰国王的一句祝酒词，直接戳中了雅子心里最软的地方。威廉亚历山大在祝酒的时候，特意加了一句：“我们对小河田恒先生在国际法院的成就深感荣幸。”就这一句话，直接让雅子红了眼。小河田恒是雅子的父亲，很多人只知道雅子是皇后，却忘了她出身顶级外交世家。父亲小河田恒是日本前外务省副外相，退休后长期在荷兰海牙的国际法院工作。2009年到2012年还当上了国际法院院长，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坐上这个位置的日本人。可以说，荷兰海牙是他父亲职业生涯最巅峰的地方。而雅子和荷兰的渊源远不止于此。2003年，小河田恒刚去海牙上任的时候，正是雅子人生里最暗无天日的一段日子。那时候她还是皇太子妃，被生育压力、宫内厅的规矩逼得喘不过气，已经确诊了适应障碍，几乎推掉了所有公务，躲在东宫寓所里不肯出来。2006年继子妃怀着悠人，全日本都在沸腾的时候，雅子反而带着德仁和年幼的爱子，悄悄去了荷兰，住在王室城堡里，一边看望父母，一边躲清静。那时候他就和现在的荷兰国王打过交道，算下来，两家人的私交已经快20年了。所以荷兰国王这句话说的特别有水平，既点了雅子娘家的荣光，又念了两家人的旧交情，还照顾到了雅子的情绪，一句话就把外交场合的距离感拉没了。也难怪雅子会动容，在全日本都只把她当皇后、当太子妃、当生育工具的时候，还有人记得她是小河田恒的女儿，是那个曾经在外务省闪闪发光的女外交官。说起这个，就不得不提雅子嫁入皇室这33年，到底受了多少委屈。1993年29岁的雅子嫁给德仁皇太子，在此之前，她是全日本最耀眼的女外交官，哈佛经济学毕业，牛津大学国际关系硕士，精通英法德3门外语。23岁就考上外务省，跟着父亲一起做外交工作，年纪轻轻就能在日美谈判桌上独当一面。所有人都说，她迟早会成为日本第一位女性驻外大使。德仁追了她整整6年，拍着胸脯发誓说我会用一生尽全力保护你，还说嫁进来之后可以继续做外交相关的工作。雅子信了，放弃了大好的职业前途，脱下职业装，穿上沉重的皇室礼服，在那场万众瞩目的世纪婚礼上，笑着走进了东京皇宫。可她没想到，婚礼刚办完，所有的承诺就都不算数了。这一脚踏进去，就再也没有回头路。婚后的雅子，别说做外交了，连说话的自由都没有。有一次公开活动，她的发言比德仁多了7秒，就被宫内厅痛批不懂规矩，抢太子风头。之后整整8年，
他在公开场合几乎没说过几句自己的话，全照着稿子念，像个被设定好程序的人偶。走路不能超过德仁半步，吃饭要等德仁先动筷子，连笑的时候露几颗牙都有规定。曾经在联合国谈判桌上侃侃而谈的外交官，硬生生被管成了连话都不敢说的花瓶。但这些精神上的束缚，跟生育压力比起来，都不算什么。从嫁进来的第一天起，所有人的眼睛都定在她的肚子上。每年生日记者会，必问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生孩子。1995年新年拍全家福，弟媳继子已经生了贞子和佳子2个女儿，她站在旁边，脸上的笑全是尴尬。最过分的是1997年，也就是婚后第4年，公公名人天皇盼孙心切，居然直接当众跟她说，让她去看不孕专科，趁早治疗，给皇室开枝散叶。结婚才几年就被公公当众要求查不孕，换任何一个女性都是奇耻大辱。更何况那时候雅子才33岁，远没到高龄的地步，而且皇室只催她去检查，半句没提让德仁也去看看，明摆着把生不出孩子的责任全甩在她一个人身上。熟悉日本皇室历史的人都知道，皇室常年近亲通婚，历代王子公主不少都有生育困难，把责任全推给女方，本身就不公平。但雅子毕竟是见过世面的外交官，她没当场翻脸，也没忍气吞声，而是在当年自己的生日记者会上，不紧不慢地说了一番话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节奏，个体差异值得被尊重，比起强行干预，顺其自然才是最好的状态。人类的多样性本就该被包容。话说得委婉，但态度很明确，我不去，我的身体我自己做主。这软钉子碰的，既漠视了礼数，又守住了自己的底线。换别人未必有这个底气和智慧，可他守得住底线，挡不住铺天盖地的压力。1999年，雅子终于怀孕，全日本都沸腾了，媒体天天蹲守，连未来天皇预产期都算好了。结果他跟着德仁去比利时参加王储婚礼，长途奔波回来之后，孩子没了。有知情的媒体说，那是个男孩。失去孩子的痛苦还没熬过去，指责先铺天盖地来了。有人骂他爱出风头，怀着孕还乱跑；有人说他没用，连个孩子都保不住。宫内厅直接停了他所有公务，把他软禁在宫里，美其名曰专心备孕。那段时间甚至有传闻说皇室想让德仁纳妾，还旁敲侧击劝雅子主动离婚，只是怕影响太子名声才作罢。那些明里暗里的小动作，早就把雅子的心伤透了。直到2001年，38岁的雅子高龄生下了爱子公主。产后记者会上，她抱着孩子几度哽咽，说谢谢你愿意来做我的孩子。那句话哪里是初为人母的喜悦，分明是劫后余生的庆幸。可就算生了爱子，压力也没停，皇室和媒体天天盯着她的肚子，催她生2胎，还得是男孩，毕竟公主没有继承权。一边是催命一样的催生，一边是宫内厅无处不在的规矩，连回娘家都要提前几个月申请。有整整9年，雅子没踏回过娘家一步，跟父母住在同一个城市，却连见一面都难，打个电话都有人监听，连一句我想你们都不敢说出口。更让人唏嘘的是，同样是平民出身的婆婆美智子，当年自己被婆婆搓磨了几十年，非但没给雅子撑伞，反而把自己受过的委屈全照搬了过来。她派自己身边的女官盯着雅子的一言一行，吃饭穿衣走路说话，半点不合规矩就要挑错，还天天在雅子耳边念叨自己当年很快就生了2个儿子，话里话外都是指责，里里外外的压力堆在一起，终于压垮了这个曾经意气风发的女人。2003年，雅子被确诊严重的适应障碍，也就是重度抑郁，彻底退出了所有公开活动。这一躲就是10几年，全日本都在骂她不负责任，说她占着太子妃的位置不干活，只有德仁站了出来。2004年的记者会上，德仁当着所有媒体的面脱稿说了那句震惊全日本的话：雅子这10年一直在努力适应皇室，已经身心俱疲，确实存在一些动向，在否定她的职业经历和她的人格。一个皇太子当众指责皇室逼垮了自己的妻子，
这在日本皇室几百年历史上是头一回。也就是这句话，给了雅子撑下去的底气。她慢慢治病，慢慢调养，陪着爱子一点点长大，哪怕十几年不露面，也有丈夫站在她身前挡着所有风雨。直到2018年的新年朝贺仪式，消失了十几年的雅子才重新公开露面，戴上了久违的王冠，脸圆润了不少，眼神也沉稳了很多。所有人都知道，那个躲在深宫里的太子妃要回来了。这一熬就熬到了2019年，明仁天皇退位，德仁即位，雅子终于成了令和时代的第一位皇后。加冕巡游那天，她戴着明制王冠坐在车上，趁着没人注意悄悄抹眼泪。很多人说她是喜极而泣，可只有她自己知道，那眼泪里藏着26年的青春，藏着被磨碎的骄傲和梦想，藏着无数个睡不着的深夜。刚加冕的时候，所有人都等着看她能不能扛起皇后的职责，毕竟她隐退了十几年，连公开露面都少。可7年过去，雅子用行动告诉了所有人，当年那个优秀的外交官从来没有消失，只是被暂时藏起来了。加冕之后，她第一件事就是重启外交出访，印尼、蒙古、英国查尔斯国王的加冕礼，再到这次的荷兰、比利时之行，每一次出访，他都能用流利的外语和各国政要谈笑风生，专业又得体，把日本皇室的外交格局直接拉上了一个台阶。曾经被宫内听说不适合公务的女人，现在成了日本皇室最亮眼的外交名片。他还把女儿爱子培养得落落大方，23岁就让爱子单独出访老挝，创下了日本公主最年轻单独外访的记录。他没把孩子当争权夺利的工具，而是给他足够的自由和尊重，教他温柔、独立、有底气，活成了很多人心里理想的皇室公主模样。这次荷兰之行，更是把她的状态展现得淋漓尽致。你看她戴着金银花王冠站在国宴上，眉眼从容，神态松弛，跟当年那个躲在深宫里不敢说话的太子妃简直判若两人。就像这顶王冠上的忍冬花一样，熬过了最漫长的寒冬，终于在枯枝上长出了新芽。他没有跟谁争过什么，也没喊过一句苦，就这么安安静静的熬着，熬到名分已定，熬到云开雾散，熬到所有人都不得不承认，她配得上皇后这个位置。有人说雅子现在活成了爽文女主，可只有她自己知道，哪里是什么爽文，不过是咬着牙扛过了所有难挨的日子，一点点把被偷走的人生又捡了回来。她现在确实是皇后，可她心里最珍贵的身份，从来都不是谁的妻子、谁的母亲、谁的皇后，而是小和田恒的女儿，是那个曾经眼里有光的女外交官。所以荷兰国王那句提到父亲的祝酒词才会那么戳人，那是在告诉他，你不只是日本的皇后，你还是你自己，你的出身、你的梦想、你父亲的荣耀都没有被忘记。那天的国宴上，一边是马克西玛王后张扬耀眼的斯图亚特王冠，代表着西方王室外放的权力美学，一边是雅子皇后内敛温润的金银花王冠，藏着东方女性的韧性和心事。两顶王冠在烛光里碰在一起，像一场跨越东西方的对话，各有各的光彩，各有各的重量。但说到底，王冠再耀眼，也只是身外之物，真正撑得起皇后气场的，从来不是头上的钻石，而是骨子里的底气和经历过风雨之后的从容。想想挺感慨的，当年嫁进皇室的时候，所有人都觉得是雅子高攀了皇室，是她的荣幸。可30多年过去，回头再看，反而是日本皇室捡到了宝。这些年，日本国内吵着修改皇室典范，支持女性天皇的呼声越来越高，爱子公主的人气一路飙升。说到底，大家支持的不只是一个公主，更是一种打破陈旧规矩的可能。而雅子皇后用自己的一生，给所有女性做了最好的示范，哪怕身处牢笼，哪怕被规矩捆住，只要熬过去，总能找回自己的光芒。忍冬花会在寒冬里蛰伏，但永远不会枯死。就像雅子被压抑了十几年，最终还是活成了自己的太阳。这次荷兰之行落下帷幕之后，德仁夫妇还要接着去比利时访问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雅子还会带着她的王冠，
站在更多的国际舞台上。没人知道日本皇室的继承制度未来会怎么变，也没人知道爱子公主能不能打破那道男权的壁垒。但我们知道，雅子皇后已经用自己的人生证明了，女性的价值从来都不是靠生儿子定义的，也不是靠谁的妻子、谁的母亲定义的。你是谁，最终只能由你自己说了算。